在热播剧《知否》中，魏小娘临终前送给明兰一幅李娘子守关图，她希望明兰活成一个人可以带领千军万马的样子，就像唐朝时的这位公主一样，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她的父亲是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他的弟弟更是亲手创造了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他本可以安享命运的丰厚赏赐，却偏要活成改写女子命运的一段传奇。她就是李渊的三女儿平阳公主。她在世时为大唐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死后以军礼下葬。她的一生虽然十分短暂，却也足够光彩夺目。平阳公主究竟如何写下一段巾帼红颜的传奇？又是什么原因让她死后仍要遭受小人的非议呢？欢迎来到红颜丹青频道，本频道主要讲述历史上的一些著名女性的传奇人生，品读经典人物，感悟别样人生。本集主讲人为您带来大唐平阳公主的故事。平阳公主是唐太宗李世民同父同母的姐姐，她的丈夫是隋朝时期的名将柴绍。事实上，对这位公主的出生年月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只知道在平阳公主出生时，李渊还只是一个太原留守，负责掌管山西省的军民钱粮。公元617年5月，李渊从太原起兵时，手里只有3万人马。李渊请女婿柴绍回到太原相助。平阳公主婚后和丈夫柴绍定居长安，本来柴绍还很担心自己走后妻子会遇到不能预测的危险，但是平阳公主自有打算，在丈夫临行之时，她已经决定用自己的行动帮助父兄完成建国大业。柴绍走后，平阳公主就立即动身回到了陕西省鄂县，今天陕西省户县的李氏庄园，将自己庄园中的资产散尽，用来赈济灾民并招募军队。她还穿上了男装，自称为李公子，亲自组织训练新招募来的士兵。很快，李渊举义兵的消息传来，更多的将士来到这位李公子的麾下。因为李渊当时起兵太急，并没有把家中的女眷们转移到安全地带，李建成的姬妾儿女和李渊家族中的很多子侄家眷都成了隋朝军事的刀下之鬼。如果平阳公主只是躲在长安，此时恐怕连性命都难以保全了。但是平阳公主绝非一般女子可比，她利用已有的人力资源，建立起更为丰富的联络机制，逐渐把各处反隋的义军连接成了一个整体。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她就招募了4、5支当时在江湖上已经有一定规模的起义军。起初，平阳公主自己率领的家丁也只有数百人，但是发展到后来，平阳公主派家丁主动劝说河潘人来与自己共襄大业。身为胡人后裔的富商河潘人竟然率领自己辛苦招募来的几万人马全部投效平阳公主。河潘人虽然与李渊有一段交情，但是他愿意听命于平阳公主，也绝对是冲着平阳公主知人善任的能力来的。之后，在众人的协助下，平阳公主又连续成功收编了几个战斗力强悍的起义军。一般来说，刚刚收编改组的起义军非常不容易管理，不但战斗力受限，而且各方面的利益也很不好平衡。但是由于平阳公主自己以身作则，治军严明，而且十分公平，这支本来很散乱的军队居然能够镇定有素地大败官军，一次又一次的征讨，不但每战必胜，还能连续攻城略池，最后居然足足发展壮大到7万人。平阳公主身为一个女子，当时还只有20多岁，居然能让一众男性将帅对她发自内心的敬佩，令出必行是很了不起的。而且在那个战争风起的年代，这支军队所到之处都推行了保护百姓的政策，从而得到了百姓们广泛的拥护，百姓们都亲切地称呼平阳公主为李娘子。不久，这支娘子军就成为天下闻名的雄狮妓女，更多的人们纷纷慕名而来。当李渊的军队进入关中时，他很惊讶地发现自己这位才能卓越的女儿居然已经为他打下了一大片土地。后来平阳公主又率领自己的军队与李世民会师，这时平阳公主的丈夫柴绍也在李世民帐下相助。平阳公主和丈夫同在李世民阵营中担当重任，夫妻2人有时携手对敌，有时兵分2路，各自执行军务，很快就拿下了长安。取下了长安，就意味着李渊一统天下已经成为定局。李渊虽然知道自己这个女儿从小就喜欢兵书战策、舞刀弄枪，却没想到在关键时刻，这个平时不显山不漏水的女儿居然能发挥出巨大的能量。从此之后，李渊对这个女儿更是疼爱有加，没有赏赐嘉奖，也都在其他公主之上。协助李渊平定了关中之后，平阳公主又回师镇守李家在山西的大本营。
这时他所镇守的关卡原名叫做韦泽关，后来为纪念平阳公主，就把韦泽关更名为娘子关。娘子关是出入山西的咽喉要地，而山西是中原和关中2个区域的天然屏障，所以这时候的平阳公主虽然没有身处一线战场，但是她镇守大后方的责任不可谓不重大。而且正是因为平阳公主把后方守卫的坚如磐石，才能让父兄在前线毫无后顾之忧，一心迎敌。平阳公主的机智也是当时的人们有目共睹的。据说在她镇守娘子关期间，另一支起义军的首领刘黑闼率领自己手下的大队人马要偷袭唐军的大后方。这时娘子关中并没有太多兵力，而刘黑闼的军队人数数倍于娘子关的守军。平阳公主一面借助天险修筑工事，加强建设防御体系，一面派人去太原告急。可是由于古时交通不便利，援军一时之间难以马上赶来。这时候平阳公主突然心生妙计，此时正是谷子收割的季节，平阳公主命令士兵火速收割小麦，并把收割来的小麦熬制成米汤，趁着漆黑的夜色将米汤倒进关前的沟壑中。刘黑闼的哨兵难以分辨，误以为这是援军部队的马尿。刘黑闼本来就心有疑虑，在刘黑闼站在城墙上观望时，平阳公主又利用他狐疑的心理，命令手下士兵敲响战鼓，竖起旌旗，做出援军到来的场面。刘黑闼以为援军已经到来，唐军势力大增，于是连忙撤军。几天以后，当哨兵发现了真相时，增援的唐军已经到来，刘黑闼不敢应战，最终撤兵而走。此后平阳公主选择站在父兄和丈夫的身后，继续做他们坚实的后盾。直到长安之战结束6年之后，在公元623年，平阳公主才再次出现在史实中，而这一次平阳公主的人生就仓促谢幕了。史实记载，平阳公主是以军礼下葬的。当时还有礼官对唐高宗李渊说，公主身为女子，用军礼下葬与礼制不合适。当然这个劝谏最终被李渊驳回了。平阳公主生前曾经亲临战场，身先士卒，在父兄的军事行动中也多有良策。以军礼下葬是作为父亲的李渊对这个女儿最大的肯定与嘉奖。平阳公主死后还得到了男性重臣都很难得到的谥号平阳昭公主。按照古代的谥法，明德有功才能被称之为昭，如此美誉也只有平阳公主才能担当得起。关于平阳公主的死因，事实上没有明确的记载。有一种说法是平阳公主在两军阵前战死的，而另一种说法就很黑暗了。民间流传平阳公主是因为支持弟弟李世民继位而被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暗害的。我们宁愿相信平阳公主死于战争，也不能接受那个兄妹之间相互残杀令人心痛的结果。如果平阳公主身后的评价只是美誉，那我们在心理上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博人眼球，不惜编出污蔑诋毁平阳公主的故事，来满足自己扭曲的变态心理。那个被后来的说书人编造出来的故事发生在平阳公主的少女时代。当时李渊还没起兵，平阳公主因为生性贪玩，在遍地烽火的战乱中被流民给拐走了。之后家人辛辛苦苦寻找了几个月，都毫无音讯。最后平阳公主自己带着一个戏班回来了。据说在她失踪的那段时间里，她先是遇到了流民，被威胁着跟随他们走了很远，而后又遇到了绑匪，被卖进了妓院。在妓院里，平阳公主不但受尽折磨，而且还失了贞洁。所幸后来她被一个戏班的班主救下，暂且做了班主的女儿，跟随班主学了一身武艺。而后来平阳公主建立人脉的能力，就是因为自己行走江湖多年，早就和那些江湖好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而且这些人还别有用心地说，李唐皇室因为害怕平阳公主这段屈辱的经历对自己的家族声誉带来消极的影响，就把这个故事从正经的史书中删去了。这样的民间传说真是无稽之谈，甚至是一些小人为了损害平阳公主的名声，故意在她身上泼的脏水。就算局势再怎么纷乱，当时的平阳公主身为国公之女，也不是区区流民可以绑架的。而且谁又会冒着生命危险去绑架唐国公李渊的女儿，而后又带着她跑出李渊的势力范围呢？那些人对平阳公主所有的恶意，都因为她是一个女性，而且是一个能力突出又生长在天下第一家族中的女性。身为女子，在那个时代本身就有许多难处，如果能力不足，就会被男性认为是一种负累。但是如果能力太强，足以掩盖丈夫的光芒，也有被泼脏水的可能。女子最好是自己再有能力，也得认识到自己的本分，老老实实的待在家中男性的身后。即便她这个女子贵为公主，即便父兄也为她骄傲，但是她还是逃不过众多能力低下而且小肚鸡肠的男性的流言蜚语。
大唐是巾帼红颜辈出的时代，也是一个无比开放的时代，但身为女子还是免不了要遭受不公正的妄议。身为女性，我们似乎应该庆幸生长在今天这个时代，但是即便在今天，一些能力出众的女性还是不能免除职场中的流言蜚语，也无法完全脱离男权社会为他们规定的价值。本文稿未经授权，请勿转载哦，原创不易，还请谅解。